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介绍南清贵先生所著的《不要让身边重要的人食用的食物》这本书。现如今，食品添加剂、农药、反式脂肪酸、人工甜味剂，还有炸鸡以及进口小麦制作的面包和乌冬面、进口柑橘等等，这些有害食品正在侵蚀着您身边重要人的身心健康。您是否无意中让自己或身边的重要人摄入了这些危险食物？这本书是作者从自己不食用这些食物的立场出发，立志不让妻子、女儿和孙子们摄入这些食物而写成的。通过观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不仅能认清自己不愿意食用的食物，也能理解我们不希望身边重要的人食用的食物。作者南先生是一位食品提供商，长期从事外食行业。他对外食行业的现状、内幕以及食品行业的情况了如指掌。此外，作者还担任着日本有机餐厅协会的代表理事，一直在警示日本危险的饮食习惯。在本书中，作者指出了日常饮食中应该避免的食材，并解释了它们可怕的原因。一般来说，坚持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耐力，是相当困难的。但只要了解哪些食物对我们的健康有害，远离它们就会相对容易些。通过观看本视频，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哪些食物应该避免食用，不仅要自我注意，也要向身边重要的人解释这些食物的危害，从而引导他们也不要食用。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如何保护您身边重要的人免受危险食物的影响；第二，不应该让身边重要的人食用的危险食物。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如何保护您身边重要的人免受危险食物的影响来开始解释。现代人的饮食状况可谓相当严峻，许多上班族、学生，甚至老年人都习惯于在快餐店吃早餐，或者在便利店购买包子和牛奶，或者喝着添加了食品添加剂和着色剂的咖啡。午餐可能是在便利店购买的饭团和泡面，或者是在快餐店吃的汉堡包、牛肉饭或快餐面。晚餐可能是便当或者无营养价值的沙拉。再加上为了节省开支，去一些价格便宜的居酒屋，这样的情况在现代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了。尽管我希望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各位都具有高度的健康素养，不会像我刚刚提到的那样不注意饮食，但实际上可能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到健康饮食。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工作忙碌、缺乏金钱等等，可能会导致人们不得不随便吃一顿。即使是平时注意饮食的人，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在80年代初期，日本便利店的数量曾仅有600家，但现在已经增加到约58000家。这是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便利店提供了适应这种变化的各种食品。然而，作者指出，便利店出售的食品并不具备食品的价值，坚决主张我们不应让自己和身边重要的人食用便利店的食物。现代人的饮食状况已经陷入令人担忧的境地，然而主流媒体往往不会指出这种风险，也不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这是因为那些提供这种劣质食品的企业，如便利店、快餐食品生产商等，都是主流媒体的赞助商，所以他们不太可能受到批评。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无法从主流媒体等渠道获得准确的信息，也就是说，重要的信息不会自动传达给您。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保护您和您身边重要的人。在当今社会，我们只能靠自己去获取信息。有一点，我们其实还算是特别幸运的。随着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够轻松获取所需的各种信息。说实话，在以前的年代，很少有文章或视频能够清晰地解释为什么某些食物有害，或者为什么某种饮食习惯不好。但现在只要打开 YouTube 或者去谷歌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很多这样的视频，其中一些还有研究者等权威人士提供论文等来源，信息可靠性很高。如果想要保护自己和身边重要的人，就必须自己去努力获取这些信息。坦率地说，
我也有很多遗憾。在年轻的时候，我对饮食都是没有特别注意的，不知不觉中摄入了很多今天介绍的那些非常有害的食物，甚至养成了在便利店和超市解决晚餐的习惯。以前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我早点开始自己去主动获取这些信息，注意饮食习惯，并进行适当的运动，调整睡眠，我的身体和人生可能会变得更好。这是我至今仍然后悔的事情。因此，我希望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各位不要有这样的遗憾。尽早了解如何保护自己和身边重要的人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观看这个视频的人中，可能有孩子的家长，我希望这样的人能够尽早教导孩子，让他们从小就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如果从小就能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孩子们的人生将会有很大的改变。现在的孩子，过敏症的发病率似乎越来越高，据说这主要是由于饮食不规律所导致的。让我们想象一下，往泡面杯中倒入热水会释放出哪些危险的化学物质？即使在常温下，鸡蛋三明治也能保存几天而不变质。这是为什么呢？如果父母稍微思考一下，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些食品对孩子是不好的，特别是对于幼儿来说，因为他们还不能自己选择食物，所以显得非常可怜。自己选择食用危险食物，并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是个人的责任。但被迫吃下危险食物而导致身体不适的孩子们却是无辜的受害者。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一起探讨一下，哪些食物是自己和身边重要的人不应该吃的。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不应该让身边重要的人食用的危险食物。我将详细解释一些绝对不应该食用的危险食物，不仅对您自己，也对您身边重要的人都是如此。尽管大家可能已经对薯片、炸薯条、零食等明显对健康有害的食物有所了解，但在这个视频中，我希望着重介绍那些可能被忽视的对身体有害的食物，让大家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首先我想介绍的第一个危险食物，即使用进口小麦制作的面包和乌冬面。小麦可以说是我们最为常见的食物之一，但我想要强调的是，对于进口小麦，我们都应该特别留意。事实上，如今日本消费的小麦大多数都是进口的，而且进口小麦的品质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作者指出，其中使用的收获后农药是有害的。所谓的收获后农药是指为了防止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出现虫害和霉菌而使用的农药。基本上在日本国内是禁止使用收获后农药的。然而，对于进口农产品，这些农药的使用却是被允许的。实际上，它们被用作杀虫剂、杀菌剂和防霉剂等。在日本，禁止使用收获后农药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是有害的。那么，如果进口小麦使用了这种农药，它的危险程度会降低吗？显然不会，因为这些农药依然是有害的。更为可怕的是，当这些化学物质同时进入人体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目前还无法确定。通常情况下，当农药和食品添加剂等合成化学物质进入体内时，它们会引起化学反应，而且同时摄入多种化学物质可能会增加危险性。由于化学物质的安全性通常是以单一物质为基础确认的，因此关于不同化学物质在体内产生的反应，我们完全是未知的。目前，日本消费的小麦有85%是进口的，几乎所有的面包店和速食面制造商，如速食面和杯面等，几乎全部都采用了进口小麦。这些产品之所以价格便宜，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廉价的进口小麦。这些食品还添加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剂。对于这些添加剂对我们身体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我们周围有许多使用小麦制作的食品，比如面包、乌冬面、意大利面等，但其中大部分都是用经过收获后农药处理的进口小麦制成的。因此，作者强烈建议各位听到这些信息的人，选择使用国产小麦，或者选择高质量的有机小麦。如果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那么建议尽量避免食用小麦制品。另外，收获后农药不仅仅被广泛应用于小麦上，还被用于其他一些食物，比如进口柑橘类水果、进口柠檬和进口橙子等。我想大家很少会单独吃柠檬，但是柠檬经常被用来调味炸鸡和烤鱼等各种食材。有些人可能非常喜欢柠檬酒，我们可能会意外地摄取大量的柠檬，但是作者指出，这些柠檬大部分是使用大量收获后农药处理过的进口柠檬，同样存在危险。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不仅仅是柠檬，进口柑橘类水果如橙子也需要格外小心。尽管如果是国产的有机水果就没问题了，但遗憾的是，很多情况下这些水果都是美国产的，这些水果中都残留着收获后农药。我再次强调，收获后农药在日本是被禁止使用的物质，应该被明令禁止进口。然而，由于美国的巨大压力，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屈服于此，强行将这些农药承认为食品添加剂，导致柠檬、橙子等柑橘类水果的果皮上残留了农药。经常有人一边喝柠檬酒，一边用筷子等工具戳着薄片柠檬。作者称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建议大家停止这样做。作者建议在居酒屋喝柠檬酒时，不要加柠檬；在咖啡馆点红茶时，也不要加柠檬和牛奶。此外，在便宜的自助餐厅中，通常可以无限量的食用橙子。老实说，那些橙子也很可疑。在自助餐厅中，不可能使用国产的有机橙，那些橙子很可能是大量使用收获后农药的廉价进口橙，所以最好不要选择那些橙子来补充维生素 C。接下来是第二个危险食物——瓶装茶。大家是否常常觉得口渴时，就会去便利店买一瓶瓶装茶，然后一口气喝完呢？又或者在午餐时去便利店或超市买一瓶瓶装茶和便当之类的东西呢？如果您是这样的人，我希望这个视频可以成为您改掉这个习惯的理由。茶原本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制作，在传统上会被视为对身体非常有益的饮品，但是在现代，随着一切变得更加便利，许多人可能已经认为茶就是装在瓶子里的东西了，甚至成年人可能也不知道如何泡一杯美味的茶。然而，许多瓶装茶中都含有农药、化肥和食品添加剂。由于在制茶过程中不会清洗茶叶，附着在茶叶上的农药会直接成为茶水的一部分。因此，如果要种植茶叶，最好是无农药的。然而，这样费时费力的茶叶数量极少。此外，使用的农药被称为吸烟碱类农药，据说在欧洲几乎被禁止使用。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禁止进口这种农药残留的日本茶，然而日本人却毫不在乎地喝着这种茶。通常我们认为饮茶会有益健康，因此日本人传统上都喜欢饮茶。然而现在这种传统被便捷的大量生产的瓶装茶所取代了。是否有必要花钱购买可能对健康有害的瓶装茶呢？如果你喜欢喝茶，最好的方法是自己泡一杯没有使用农药的茶来饮用。接下来是第三个危险食物——便利店的饭团和关东煮。我认为关于便利店的便当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大家可能会认为便利店里的东西还算可以。我想解释一下，在便利店中，很多人可能认为还算可以的饭团和关东煮。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便利店的饭团。有人可能会觉得，便利店的饭团有什么不好呢？毕竟里面基本上就是米饭和海苔，没有什么不良成分吧。然而，如果从制作便利店饭团的角度来看，您就能够理解便利店饭团的危险性了。大家想想看，便利店的饭团是在工厂生产后再配送到便利店的，这个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将它们摆放在便利店的货架上，不知道顾客是否会立刻购买和食用。这样一来，销售方就必须相当紧张，一旦发生食物中毒或食品事故等情况，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舆论风波，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因此，制造商必须尽最大努力考虑产品的安全性。结果，便利店的饭团中使用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剂，
特别是防腐剂和着色剂的含量相当丰富。然而，从销售的角度来看，使用大量的食品添加剂可以减少食物中毒或食品事故的风险，因此使用它们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饭团，也适用于便当等其他产品。然而，一些消费者对防腐剂和着色剂的安全性表示担忧，许多人开始拒绝购买含有这些成分的食品。为了满足这一趋势，制造商也开始提供不含防腐剂和着色剂的饭团。如果去便利店或超市，可能会看到标有不含防腐剂和着色剂的饭团。然而，这也存在问题，没有标明含有防腐剂等，并不意味着完全安全。相反，便利店的饭团可能会使用 pH 调节剂等替代品。这些化学物质包括磷酸、柠檬酸和富马酸等，共34种。但由于允许统一表示，制造商没有义务明确显示使用了哪些化学物质以及使用量。pH 调节剂可以防止食品变质和变色，并增强其他食品添加剂的效果。对制造商而言，是一种方便的化学物质。此外，便利店饭团中使用的大米也令人担忧，因为为了尽可能降低成本，通常会选用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等地的廉价进口大米。而那些大米可能存在着各种安全隐患。听到这些，原本认为吃个便利店的饭团没什么大不了的人也应该清醒了。我相信你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想法有多么危险。接下来，让我们来说说便利店的关东煮吧。在寒冷的冬天，很多人可能会在便利店买一份关东煮回家加热吃。然而，作者认为，在便利店里售卖的食物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放心食用的，但绝对有很多不应该食用的，而其中关东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首先，大约100日元一份的关东煮很难是优质的食物。最危险的是，喝着便利店美妙的关东煮汤时，您可能会看到标注上写着使用了某某海带和某某鱼片之类的字样，您可能会以为这样的关东煮对身体是有益的，于是毫不犹豫地喝下去。但实际上，这些海带和鱼片只是微量的，而大量的科学调味料却被添加其中。有一些关东煮写着不使用化学调味料，但这同样不可靠，因为它们只是用了蛋白加水分解物来代替。许多关东煮的汤中还添加了酵母提取物，这也是一种存在许多问题的物质，是您绝对不希望摄入的。此外，关于关东煮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配料。所有的便利店都会外包关东煮的配料，但这些配料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并没有被标明。这是因为根据法律规定，便利店在制作关东煮时无需标注所采购的原料中的食品添加剂。法律要求标注的食品添加剂仅限于关东煮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成分，这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方便的。换句话说，我们完全不清楚便利店的关东煮里究竟使用了哪些食品添加剂，以及使用了多少。因此，最好不要尝试这些食品安全性未知的便利店关东煮。接下来是第4个危险食物——精致碳水化合物。精致碳水化合物的代表包括白砂糖、白色小麦面粉和白米。作者将这3者称为白色恶魔3兄弟，呼吁将其从餐桌上清除。为什么这3种食物不好呢？因为食用它们会导致各种生活习惯疾病的发生。这些疾病包括糖尿病、阿尔茨海默氏症、慢性关节炎和各种过敏性疾病等。生活习惯病也被称为饮食引起的疾病，因为通过药物治疗是不可能的。改善生活习惯病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审视饮食习惯，因为生活习惯病本身就是由生活方式导致的。如果不改变生活方式，疾病是不会消失的。尽管这个道理大家都能理解，但实际行动起来却并不容易，有很多人都无法付诸实践。将白色恶魔3兄弟从您的饮食中排除，是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免受生活习惯病侵害的第一步。然而，我认为完全不吃这些食物可能有些困难，所以我们不必过分紧张，可以尝试减少食用量，而不是一下子完全放弃。精致碳水化合物之所以不好，
是因为它们的消化分解非常简单，导致葡萄糖迅速进入血液中，使血糖水平急剧升高。这对身体来说是一种紧急情况，大脑会立即向胰腺发送紧急情况的信号，要求释放大量胰岛素。起初，胰腺会放出大量胰岛素来应对这种情况，但如果持续下去，胰腺最终会疲惫不堪，逐渐失去产生胰岛素的能力，同时血糖水平下降也变得困难。这种状态被称为糖尿病前期。如果继续持续下去，血糖水平就会不断上升，逐渐进入严重的糖尿病状态。请大家留意一下周围的情况，会发现到处都是充斥着那些迅速提高血糖的危险食品，比如零食、巧克力、冰淇淋、饼干、甜甜圈、面包、饭团、瓶装或罐装的咖啡和果汁等。持续食用这些食物会给胰腺带来巨大的负担，尤其是对肾上腺等器官会产生严重影响。血糖波动对身体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压力，肾上腺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会释放应对压力的荷尔蒙，如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如果这种状态持续时间较长，肾上腺就会逐渐疲惫，导致肾上腺疲劳，引发各种身体不适。因此，需要特别注意避免摄入高糖类食物，尤其是那些被称为白色恶魔三兄弟的白砂糖、白色小麦面粉和白米。接下来是第5个危险食物：快餐店或家庭餐厅提供的早餐。对于每天通勤上班的人来说，可能会比较了解，许多快餐店和家庭餐厅提供早餐，因为没有时间在家准备早餐，所以会在这些地方匆匆吃个早餐再去上班。又或者是因为认为早餐是必须吃的，所以选择去这些地方吃早餐的退休者或老年人也很多。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继续这样的行为。我们的身体在夜间睡眠时也在进行活动，主要是代谢活动。为了保持顺畅的代谢，睡眠是必不可少的。而随着代谢的进行，自然会产生废物，这些废物必须尽快排出体外。换句话说，早晨是身体排泄的时机，如果排泄不畅，身体的活动就会受到影响。然而，许多快餐店和家庭餐厅提供的早餐都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这些食物会给消化系统带来负担。如果在早晨食用，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此外，如果在早晨就摄入了白砂糖、白色小麦面粉等精致碳水化合物，血糖水平会迅速上升，身体则会释放大量胰岛素。我们已经讨论过，血糖的迅速波动对身体不利，因此如果从早晨开始就这样做，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会给身体带来多大的负担。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如何保护您身边重要的人，使其远离危险食物的危害。我详细介绍了许多不应该给身边重要的人食用的危险食物。我知道一下子介绍这么多内容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混乱，但我希望大家能够逐步努力将这些食物从自己的餐桌上排除。当您在便利店或超市看到今天介绍的食物时，请记得今天的课程内容，意识到这是一种危险食物。此外，如果您自己能够避免食用今天介绍的危险食物，那当然是很好的。但我也希望您能够告诉身边重要的人，比如父母、家人、孩子、伴侣、朋友等，尽量不要食用这些危险食物。希望我今天介绍的内容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